很多人说张曼玉饰演的这个站街女是她古装扮相里最美也最风情万种的一个。怎么样？要不要来开关比较一下啊？谁丢我啊？是我丢你，姑娘，可不可以麻烦你端庄一点？什么？装我不会啦，不过我正待着呢。啊哈！太不知羞耻，当心被雷劈。可他话音刚落，平静的街道突然骤起狂风，紧接着一道天雷劈在男人头顶。随着脑海中的无数画面快速闪过，他终于觉醒了前世所有记忆。降龙罗汉现身，下凡普度众生啊！然而降龙怎么也没想到，好兄弟伏虎为了找他私自下凡，投错娘胎，被封印了所有法力。更巧合的是，身后被大妈扯来扯去的当红技师，正是他此次下凡要度化的九世野鸡小玉。为了尽快完成任务，降龙当即切换到爱心关怀模式，心平气和地劝小玉弃娼为良。他是野鸡耶，鸡都有爱国的。一番话上升到了家国情怀，令围观的大妈们纷纷落泪惋惜。而恢复自由的小玉对降龙感激不尽，她询问姓名住址以作日后报答。但凡间的姓名对于这些神仙来说，不过只是一个代号。降龙表示等下会回来找他后匆匆离去。随后降龙扛着鸡腿，吊着伏虎来到了附近的国清寺，来找他成仙时留下的金身。一旁的土地公见罗汉大驾，立即现身行礼欢迎，并且还说金身现在被黑白两道觊觎，都想趁机抢走后占为己有。接着他们便来到金身位置，降龙下意识地伸手触摸，下一秒就读取了金身所有记忆。他兴奋地将这一切告诉土地，可对方却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让降龙去和这里的主持去说。但在此之前，你们两个头放错了，不会吧？请换回来。重新把头换回来后，降龙找到主持开始表明身份。他先从金身的小时候说起，接着快速说完前世所作种种，直到飞升成仙做了降龙罗汉，每段事情都说得非常精短到位，其中不乏一些外人不可能知道的秘密。听完这些，主持对金身轮回转世的言论深信不疑，当即按照降龙嘱咐，给他换上了一套粗布僧袍，还重新给他取了一个法号，名为祭奠。可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激烈的嘈杂声。降龙出来发现眼前之人正是他要度化的九世乞丐。不过其他人见此一幕，顿时吓得缩在角落里不敢出来，就连一旁带娃玩耍的土地也带着伏虎变成神像藏了起来。而众人之所以这么恐惧，是因为门口又走进了一个恶霸，他就是九世恶人袁霸天。乞丐只是在大街上看了他一眼，就被一路追杀到这里，扬言要将其活活踹死才能解恨。眼看袁霸天进入暴走模式，吓得乞丐赶紧跑向大殿，袁霸天则继续尾随其后，手持火把吵吵着要把寺庙一起烧了。我要烧你，你竟敢吹灭我的火！袁霸天做了九世恶人，这还是第一次被人当面制裁，恼羞成怒的准备动手，结果这时沙包大的拳头迎面打来，结结实实让他体验了一把被揍的感觉。见袁霸天还想拿刀劈了自己，抬手眨眼间又让武器瞬间一转。看到这一幕的袁霸天彻底傻眼，在他还在想对方什么身份时，降龙已经缓缓伸手向自己摸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不会生气。我爱你，重新做人，怪害人。可袁霸天毕竟是九世恶人，简单两句话自然不能成功将其度化，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国清寺。在他走后，降龙找到躲在神案下的九世乞丐，强行拉着他跟自己回家。而回到家时，映入眼帘的李家荒凉狼藉。原来在此之前，袁霸天将李家全部打砸破坏，还在墙上留下了一段威胁警告。幸亏李老爷夫妇上山烧香拜神，这才平安躲过一劫。可降龙见到后却大加赞赏字写得漂亮，并且表示自己已经不是李修缘了，与李氏夫妇的血缘关系已尽。这些话在世人耳中可谓是大逆不道。李老爷当即被气得急火攻心，一口气没有上来就此西去。降龙见状赶紧拍手表示庆祝，还扬言算出李父下一世是皇帝命，李父李母他们情比金坚，按照推算他也会马上随李老爷的去，这样下辈子才可以恩恩爱爱的再做夫妻。果然降龙话音刚落，李母也倒在地上，瞬间没了气息。哎，别动！他们俩是鸳鸯蝴蝶蜜，连死一双啊！他们俩在下一辈子将会再续未了情，真是羡煞旁人。这是喜事啊！赶快买只鸡回来庆贺一下。走吧，走吧，走吧，快走吧！与此同时，伏虎不知从哪捡到了降龙下凡时菩萨送给他的心想事成扇，有了扇子法力加成，降龙再次找到九世乞丐，使出障眼法，让一群鸭子心甘情愿地成为自己食物。这随意的三言两语惊艳了乞丐，他认为降龙有大本事加身，于是立马跪在地上拜师。师傅，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请尽管吩咐。晚了。你该睡。而随后，降龙就幻化成乞丐老爹模样，开导儿子以后不要再继续托钵行乞。结果乞丐误以为老爹是嫌自己的碗太小，当场表示天一亮就换个超大号碗。一计不成的降龙再来一计，变出大量黄金交给乞丐，准备带他去高级酒店尽情挥霍，想着让其体验过人上人的感觉后，就不会再上赶着回去做回乞丐。大总，喜欢吃什么就点啊。我喜欢吃鸡屁股，鸡妈的屁股。
你现又有钱又有面子，当然是先来碗鱼翅漱漱口。好啊。可九世的懦弱卑微已深深烙印在乞丐灵魂之上，他根本不敢大声喊小二来伺候自己。最后在降龙的不断催促下，像个做贼心虚的贼一样夹着尾巴逃出了酒店。等降龙顺着踪迹追出来时，他正在垃圾桶旁狂炫捡到的鸡屁股，气得降龙一脚踹在了他的脸上，随后将他带回国清寺，打算明天再用别的办法将其度化。而就在痴傻的伏虎迎上来时，一片乌云突然遮挡住了天上月光。伏虎罗汉现真身！你抽到吧？见伏虎觉醒了所有记忆，天兵立马上前告诉他闯了大祸，因为他私自下凡的事被玉帝知道，不仅将他连降3级，还派瘟神在凡间散播瘟疫。事后一切罪行全算在伏虎身上。闻听此言的3人立即指天大骂，但事情总归还是要解决。伏虎便回到天庭向玉帝赔罪道歉，可瘟疫已经散播。隔天一早，很多地方就出现了大面积死亡事件。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就有些阴险小人出来诈骗百姓了。这个号称降龙尊者的道士就是其中之一。他扬言刚和玉帝谈判下来，只要百姓们凑足1000两银子香火钱，他做场法事就可以驱除这场瘟疫。一旁的降龙恰巧看到这一幕，用扇子给假道士长黑痣作为教训，结果无意间却帮了对方一把。假道士认为突然多出的胎记是上天对他多管闲事的惩罚，于是更加卖力地宣传自己，百姓们更是对他的话深信不疑。降龙见状，赶紧再动用心想事成扇，却发现扇子进入了技能冷却时间，一天只能3次，算你走运了。可九世野鸡就倒霉了，他被愚昧的村民选为祭品，绑在柴火堆起来的高台之上，成了假道士祭天的牺牲品。但小玉是降龙此次下凡要度化的目标，他可不能就这么死了。于是，在假道士即将点火之际，降龙和乞丐2人合谋。乞丐假装梦见了王母娘娘，表示王母说连骂3次假道士，他脸上的黑痣就会立马消失。而随着乞丐3句骂完，扇子的障眼法术刚好到了时间，假道士脸上的黑痣自然也就没了。随后降龙趁机说出王母已驱除了瘟疫，谁要敢再点火烧人，就把谁丢进火堆。但不料摆平了百姓，假道士却点燃了柴火，眼看熊熊大火瞬间而至，降龙立即将火堆分开一条小路，顶着炙热高温进入火圈救人。这一幕看在小玉眼里，无疑是梦中的白马王子，不顾千难险阻来解救自己，自然毫无意外地坠入了爱河。而等降龙将他抱回闺房后，小玉想到每日一敷的野百合也能有春天，无以为报的他准备将自己最拿手的绝活作为谢礼，